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。1969年，土星5号发射升空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动力最强劲的运载火箭。搭载在它身上的正是阿波罗11号，即将把第一个人类送上月球。原来世界上最强悍的动力就在我们身边，氢和氧。现在的运载火箭也基本都沿用了土星5号的动力思路，用液氢、液氧和过氧化氢就能驱动火箭把人类送上太空。但是自然界当中有一种小虫子，早在几亿年前就已经掌握了同样的化学方法，它甚至把一套比土星5号更先进的化学工厂进化到了自己的体内。这个小虫子叫做气步甲，俗称放屁虫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的故事。艾斯纳是一个酷爱调戏各种毒虫的生物怪咖，进化领域的世界权威。放屁虫是无视进化论的虫子，这句话就是艾斯纳留给世界的一道难题。他体内的化学工厂究竟是怎么进化出来的呢？1957年的时候，艾斯纳做过一个实验，他先用一只青蛙去吃放屁虫，听到一声清脆的声音，青蛙的嘴都还没来得及合上，就抖腿摇头，立刻把放屁虫吐了出来。艾斯纳又换了一只更凶猛的蟾蜍，这可是顶级毒物，各种毒虫的噩梦。果然，蟾蜍一口就把放屁虫吞到了肚子里。艾斯纳以为就这么结束了，他把蟾蜍放了回去。过了40分钟了，艾斯纳突然听到了蟾蜍在怪叫，他跑过去一看，蟾蜍竟然又把放屁虫吐了出来。放屁虫浑身是粘液，站起来追杀蟾蜍。艾斯纳惊了，这玩意儿竟然在蟾蜍的胃液当中存活了40分钟。那他这40分钟究竟在干什么呢？我们接着看。你的屁存放在肠子里，可以通过调节阀门若无其事地释放出来，然后捂住鼻子，假装厌恶地看向身边的人。他的屁呢，则存放在专门的器官当中，上面的罐子里存放着2种原料，氢醌和过氧化氢，下面存放着2种酶。当他要放屁的时候，打开阀门，原料和酶混合，瞬间爆炸，产生100度以上的高温，高温直接将1/5的液体子弹气化，产生高压，滚烫的子弹和蒸汽就这样喷薄而出。子弹中的苯醌具有强烈的腐蚀性，喷射到敌人身上的时候，不仅有高温物理攻击，还附加魔属性伤害。这种魔法攻击还具有强烈的标记性，因为苯醌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味道，它的附着力、渗透力也都很强，一旦中招，味道会经久不衰。当年我哥们帮学姐去抓放屁虫，结果那只手被烧得发黄，还臭了好几天。1997年就有台湾媒体报道过，一个小学生被这种子弹击中眼睛，视力受到了严重的损伤。放屁虫的弹药库中存放着20发子弹，每一发都可以持续喷射1秒钟左右，这1秒钟又被分为500发脉冲弹依次发射。高温蒸汽、滚烫的开水、魔属性的苯醌，一瞬间全部喷射到捕食者的脸上。虽然不致命，但这个清脆的声音和上头的味道绝对会成为所有捕食者永远的噩梦。艾斯纳猜测，放屁虫在蟾蜍的胃里那40分钟，正是在不断发起子弹攻击，逼迫蟾蜍把自己吐出来。吐出来以后，问题又来了，蟾蜍的胃液那可是一个剧毒强酸的修罗炼狱啊！放屁虫的甲壳竟然完好无损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进一步实验，艾斯纳又观察到，放屁虫释放的子弹有时候也会烫到自己，但它不会受伤。看来放屁虫进化出超强武器的同时，也为自己进化出来了一身不坏机甲。2018年的时候，中二的日本科学家又重复了这个实验。日本科学家用了2种蟾蜍，一种是日本蟾蜍，一种是更凶猛的日本大蟾蜍，同时用了2种放屁虫，一种是事先处理过的，它的20发子弹已经被排空，另一种是满载子弹的虫子，让这2种蟾蜍吃2种放屁虫。如果真的是子弹迫使蟾蜍把它吐出来，那么被吐出来的比例就应该是满载的远远大于排空的。果然，实验证实了这个猜想。日本蟾蜍吃了14只满载的，吐出来8只，又吃了14只排空的，吐出来2只。换更凶猛的日本大蟾蜍，吃了23只满载的，吐出来8只，又吃了23只排空的，1只都没有吐出来。这个中二实验中还得到了一些惊人的数据。第一，
被吐出来的放屁虫有 93.8% 都存活了2周以上，最长的一只活了562天，这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正常寿命。难道这只就是传说中的5毒圣蛊吗？如果吃下去，可以让你百毒不侵。第二，最快的一只吞下去10秒就被吐出来了，最长的一只吞下去107分钟以后才被吐出来。全球除了蓝鳍，一共有500多种放屁虫。中国的放屁虫比较温和，非洲的放屁虫最凶猛，它甚至进化出来了不用转身直接向前开火的必杀技。一个麻省理工研究轰炸机的博士说，如果放屁虫的爆炸室有一辆汽车那么大，那它爆炸释放出来的威力差不多是200颗手榴弹同时爆炸的威力。我们的轰炸机上面要是也有一间这样的化学工厂，那它将飞得更高更远，甚至可以飞入太空。有人说，放屁虫就是某个外星人设计好了放在地球上的机甲，有意让人类来学习的。因为土星5号的总设计师冯布劳恩就是一位业余的昆虫爱好者。火星救援当中也讲了一个梗，说是1939年加州理工有一个让人头疼的学生组织，叫做火箭小组，他们整天在宿舍里做实验，把宿舍的墙都炸穿了。然后学校把他们赶出了宿舍，为他们找了一块河谷空地当做实验基地。后来这个建立在河谷上的实验基地就成了现在 NASA 最重要的喷气推进实验室。火箭小组5位创始人的名单当中就有一个我们熟悉的名字，钱学森。火箭小组全都是昆虫迷，他们在河谷里爆破火箭的时候，身边围满了各种昆虫。钱学森的好朋友也是火箭小组的原始创始人杰克·帕森斯，信仰黑魔法、超能力还有昆虫。他一直相信昆虫早就已经飞出地球进入太空了，人类设计火箭不过是在走昆虫的老路。没准这种在尾巴后面不断放屁的推进模式，就是将来人类星际城市在太空中飞行的动力。不要惊奇，用核弹不断爆破来推进星际城市飞行，这是目前科学家们认为最靠谱的一种星际动力。现在各国科学家都在默默地研究放屁虫，搞不好这就是一个外星机甲的逆向工程。回到艾斯拉当年的原始实验，我们继续看。时间回到1955年，美国麻省一个哈佛研究生跪在草地上，搬开石头，发现了一只小甲虫，他用手去抓，结果被烫伤了。从此以后，这个研究生就和甲虫杠上了，他正是条虫狂魔艾斯拉。而这个甲虫正是昆虫屁王放屁虫。艾斯拉把放屁虫抓到实验室，第一件事就是把它泡在冰水里面冻个半死，然后再小心翼翼地用手去抓，抓住以后用树脂连住它的背，让它悬在半空中。接着艾斯拉就开始他的花式调教。就这么玩了好几天，艾斯拉得出了第一个结论，这种甲虫体内存放着大约20发子弹，如果发射完了，它还需要花18到26个小时来重新填装这20发子弹。艾斯拉去检验了一下子弹的成分，是苯醌呐。于是艾斯拉拿来了一张对苯醌显色的试纸，铺在甲虫下面继续调教。扯一下左腿，甲虫向左喷一大片；扯一下右腿，向右一大片；扯一下尾巴，向后来一炮；摁一下头，翘起尾巴向前来一炮。艾斯拉得出了第二个结论，放屁虫的子弹是270度全方位覆盖。下一个花样，来，你对阵一下蜘蛛，放屁虫轻易的 KO 对手。来，再对阵一下青蛙蟾蜍，也能获胜。第三场直接换上一个大型脊椎动物，噗噗噗连续几声，子弹糊脸，再次获胜。艾斯拉高兴极了，他爱死这只放屁虫了。成名以后，艾斯拉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眷恋昆虫》，放屁虫占据了头版头条的位置。但是艾斯拉表达爱意的方式很独特，他解剖了这只甲虫。甲虫的体内有2个腺体，一个分泌过氧化氢，一个分泌氢醌。弹药室下面有一个爆炸室，爆破室的脉冲肌肉呢，精准控制剂量，以脉冲形式喷射出来，这样就缓冲了瞬间的高能爆炸对自己的伤害。不久以后，艾斯拉进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，他把一只放屁虫吃到了嘴巴里面，他想体会一下捕食者的感觉。噗噗噗的好几声，艾斯拉感到了剧烈的灼烧感，
他慢慢品味以后，才把甲虫吐出来。之后好几周，他只要一张嘴，身边的人就想吐，那口臭太酸爽了。艾斯纳研究过程中发现了达尔文的一封信，信中说，在剑桥的那几年，达尔文非常享受收集各种甲虫。有一次呢，他剥开一张树皮，一眼就看到了至少2只罕见甲虫，于是达尔文就一手抓住一只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又看见第3只甲虫，是一个全新的品种。情急之下，达尔文就把右手的那只甲虫放到了嘴里，然后这只甲虫喷射出酸液，一阵剧痛。达尔文觉得自己的舌头都要被烧坏了，他赶紧把甲虫吐了出来。结果他和第3只甲虫就这么幸运地逃跑了。艾斯纳看到这里很兴奋，他相信当年达尔文吃的就是放屁虫，这种感觉自己深有体会。为了验证这个猜想，艾斯纳去过达尔文的老家，那里还陈列着达尔文当年收藏的甲虫。果然，艾斯纳一眼就发现了这里面的放屁虫。艾斯纳又设计了一个实验，他要验证放屁虫喷射出来的子弹究竟是不是烫的。因为仅靠舌头和手指的感觉，他无法肯定这种灼烧感是来自高温还是来自腐蚀性。他制作了一个特殊的温度计，连上了示波器，再把放屁虫固定在温度计前面，让它放出子弹，果然有100度。下一步，艾斯纳还想为这个过程拍摄一张清晰的照片，于是他又设计了一个连通麦克风的快门，只要噗的一声响，快门就会拍照。然后人类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子弹释放出来的火花。很多昆虫都是化学大师，他们擅长膜属性攻击。非洲丛林里就有一种会喷射乙酸的蚂蚁，它们所过之处无人敢挡，狮子、猎豹、大猩猩都是他们的手下败将。就连天空上的乌鸦，如果进入了他们的领地，也会被魔法群攻。但是这种蚂蚁的天敌正是非洲放屁虫。每天夜晚，放屁虫就会闲庭信步地来到蚂蚁领地，先锋的兵役们会一拥而上，放屁虫就操着屁股上那顶魔法加特林割草洗地，先锋蚂蚁死伤惨重，他们的乙酸根本就伤不了放屁虫。蚁群失去了先锋蚂蚁的信息素引导，就会一哄而散，然后就轮到放屁虫随意捕杀了。放屁虫还有一个表弟，他的魔法更夸张。他说，表哥，你这样每天加特林洗地，辛辛苦苦就吃那么几只蚂蚁，太累了。你看我的，直接用化学工厂调配出信息素释放出来，那些蚂蚁都是瞎子，他们闻到这种信息素以后，就会用8抬大轿把自己抬回蚁穴当中，住进豪华单间，成为蚁后。每天都会有无数的蚂蚁过来嘴对嘴的喂你美食，不高兴了还可以随手抓几只蚂蚁过来给它刺身呢。这个表弟叫做蚁巢布甲，如果有蚂蚁敢怀疑隐藏在巢穴中的表弟，表弟还会震动他的身体，发出和蚁后一样的声音，让他们通通退下。大自然就是这么奇妙，尤其是遍布全球的节肢昆虫，深海、地下、地表，甚至是动物体内都能够找到它们。地球上80%的动物种类都是节肢虫子们，仔细观察它们每一个人的生存必杀技，你会发现这简直都是设计好的史前黑科技。它们身上有最完美的悬停机翼，有能看见16种原色的变态眼睛，甚至还有最像被智能设计过的极简结构齿轮。目前发现的石炭纪昆虫化石有23种，这些昆虫和我们的现在昆虫比，除了个头大一点，几乎长得一模一样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3亿年没有进化了。当年读到达尔文和艾斯纳吃甲虫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一直很想知道本昆爆口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啊。后来我偶然看到了一个资料，有人说大概就是你把枣子和香蕉一起吃，再把那种味道放大1000倍，差不多就和吃了一只放屁虫一样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最后夫人说，担心了14分钟，结果最后1秒你还是吃播了。